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怀孕6个月时，老公青梅也挺着肚子，在年30讨要名分，我笑着拉她进门，欢迎欢迎。前世，我逼着老公把岑小柔赶出了门，结果她低血糖晕倒，在大年30夜被活活冻死。徐墨非但不怪我，反而回心转意，精心照顾我待产。可等生娃那天，他身为产科医生，却把活生生的儿子送进停尸房。面对我的哀求，徐墨面目狰狞，要不是你这个贱人小肚鸡肠矫情闹事，小柔怎么会一尸两命？心疼儿子，我就送你陪他一起活活冻死，给小柔偿命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岑小柔上门的大年30夜。开门后，冷风席卷了我全身，仿佛回到了难产大出血后，浑身冰凉，慢慢等死的感觉。身后传来徐墨的声音，满是惊喜：“小柔，外面这么冷，你快进来。”他一点不顾我挺着6个月的孕肚，用胳膊把我往墙边粗暴一推，却温柔地把人拉进门。搂着人往客厅走时，徐墨皱着眉警告我：“今天是大年30，你安分点，别弄得大家都不开心。”我深吸几口气，露出笑容：“怎么会？小柔和你青梅竹马，来这里就和回自己家是一样的，我们可太欢迎她了。”这回，我抢先一步说出了上一世他说过的台词。徐墨脚步一顿，满脸惊讶地看着我，最后他哼了一声，说：“我知道就好。”到了饭桌上，所有人见到岑小柔都亲热打着招呼，徐墨更是贴心为她盛了碗汤。可下一秒，岑小柔脸色一白，捂着嘴干呕了一声。徐墨连忙顺着她的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岑小柔羞涩一笑：“我怀孕了2个月。”饭桌上瞬间安静了几秒。徐墨先是愣了会，随后眼中爆发出巨大的欢喜。岑小柔侧身对着我，眼泪说掉就掉：“苏晴姐，对不起，那天我们都喝醉了，我可以去打掉的。”婆婆立刻狠狠瞪着我：“打什么打？这可是我大孙子。”徐墨小心翼翼地揽着她肩膀，看向我时却脸色一冷：“苏晴，我要对小柔负责，你别想闹。”他话还没说完，我就淡淡说了句恭喜，然后伸筷子夹了一片肉。徐墨一口气堵在嘴边，差点没呛到自己。我说：“这孩子是我的，你是没听到吗？”我冲他笑了笑，说：“听到了。”那你怎么？徐墨神色狐疑，是想问我为什么不闹了吧？其实我一直都知道岑小柔是徐墨心里的白月光。就连对我横眉竖眼、万般挑剔的公婆，也拿她当女儿一样亲。我一直相信可以用爱和包容慢慢改变徐墨，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，以为能让她回心转意。谁知道岑小柔也怀孕了，所以上一世我的情绪瞬间崩溃爆发了。一直以来温婉大度、处处忍让的我，当着所有亲戚长辈痛苦尖叫、砸锅摔碗，甚至威胁徐墨，如果不立刻让岑小柔滚蛋，我就跳楼自杀。当时我的疯癫吓到了大家，他们怕大年30闹出人命来晦气，只能捏着鼻子劝徐墨先退一步。徐墨实在没办法，只能不甘不愿让岑小柔暂时先走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岑小柔走在小区里，突然低血糖晕倒，因为没人经过发现，她竟然就这么活生生冻死在大年30夜，一尸两命。知道消息后，我愧疚难安，可徐墨却一改常态，不但说不怪我，还变成了3好丈夫。他是妇产科主任，工作繁忙，却天天炖补汤，精心照顾我安胎，还说我怀相特别好，顺产没问题。我信了，结果却难产大出血，
痛苦哀嚎了2天1夜。孩子艰难出生后，徐墨连基本的抢救都不做，只是像看垃圾一样扫了眼，直接宣布死亡。我卑微地哭着求他救儿子，却只看到他支开助手，面目狰狞地凑过来，眼中更是恨意滔天。担心儿子，那你就跟他一起进停尸房去吧。小柔被你这个贱人活活冻死，我要你双倍偿还，亲自体会这种绝望的痛苦。这次重生，我只想逃离这帮魔鬼。可是，我的大方表态非但没有换来一丝愧疚和道歉，反而变本加厉。苏晴，当着大家的面，你还真会装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。徐墨一点也不信我会不在意，他语气讽刺，别等人走了，又在家跟我闹死闹活的。婆婆一听这话，顿时摔下筷子，说看到我就倒胃口。儿子，等年初7民政局上班了，你赶紧去离婚。他说，既然岑小柔怀孕了，徐家当然要把她娶进门。说到这里，他还拉着岑小柔的手，语气嗔怪，就说你当年不该出国留学吧，这几年让死缠烂打的倒贴女人钻了空子，真是晦气。饭桌上一圈人交头接耳，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不屑和鄙视。我自嘲地笑了笑，认识徐墨是读大一时的一次户外活动里，当时我不小心受了伤，小腿被划了一个大口子。徐墨作为医学生，第一个冲上来为我清理包扎，后来还背着我一路下山。他的沉稳帅气瞬间让我沦陷。追他的时候，我确实很主动，虽然徐墨对我一直都是淡淡的，可我以为这就是他的性格，从不介意。直到2年前，岑小柔突然回国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徐墨真正爱一个人是什么样子。和我在一起，徐墨从不进厨房。神经，我的手是拿手术刀的，怎么可能帮你切菜煮饭？可是后来，他亲手做岑小柔爱吃的水果蛋糕，他可以在医院疯狂倒班1周，只为调出时间陪他逛街看电影，做他嘴里浪费时间的无聊事。而我和他在一起6年，从来只能等到一句冷冷的加班没空。我陷入回忆，呆坐着不说一句话。岑小柔眼神高高在上的，她从来都是怜悯地看着我。明明她才是小3，却始终高傲从容。干妈，苏晴也挺可怜的，没工作离婚了，怎么养孩子啊？徐墨当即哼了一声，孩子的抚养权当然归我了，他走无所谓，孩子可不能带走。我猛地抬头，死死盯着徐墨，我已经想远远离开，以后专心照顾孩子就够了，他们为什么非要把我往死里逼？岑小柔微微皱起眉，脸色担忧。2个孩子年纪差不多，要是打架吵架怎么办？我担心自己照顾不来。婆婆笑她傻，苏晴生的怎么能和你生的比？她孩子还敢惹我的宝贝孙子啊？徐墨点头说对，还补了一句，孩子一定像你，优秀懂事，漂亮可爱，真有什么事肯定也是另一个的错。我一定会严厉教训他。我浑身发冷，一瞬间想到了他在手术里看着儿子的嫌恶眼神和冰冷神色。如果儿子真的被他们抢走，一定会被折磨死的。不行，我绝不能让孩子吃苦受罪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回忆起了死前的痛苦，腹部传来一阵剧痛，我脸色一下就白了，慌张扯了扯徐墨的衣袖。老公，我肚子好痛，你能不能帮我看下？徐墨不耐烦地用胳膊肘顶开我，别装了，这一天打扫家里烧菜做饭，我看你精神好得很。亲戚们更是奚落我，这里不是春晚电视台，没人爱看你表演。四周立刻传来此起彼伏的嗤笑，我脸涨得通红。岑小柔朝徐墨撒娇，说他这几天吐得厉害。徐墨又心痛又急，问他想吃什么。
苏晴，你赶紧去厨房做小柔爱吃的菜。我拼命忍着胸口的难受，慢慢站起身，反正就快离婚了，只要熬过今晚就好。进厨房没几分钟，岑小柔就走了进来，明明不会做菜，还硬要在我身后指手画脚。我实在心烦，借口说厨房里油烟大，不用她在这操心。岑小柔却温柔抚摸着自己的肚子，我可不只是教你做菜，我这是在帮你做胎教呢。你现在伺候我，以后你的孩子才能伺候好我儿子呀。就算我再怎么想忍到离婚，也受不了他这样贬低我孩子。见我哐当一声把铲子摔在台面，岑小柔哎呦了一声，她劝我别那么大火气，当妈妈的脾气这么差，孩子万一也是个超雄怎么办？听到她这样诅咒我的孩子，我气得浑身都忍不住发抖，小腹也越来越痛，一阵阵宫缩让我快要站不住。岑小柔却走上来，笑我装得真像，脸都白了。你不去演戏真可惜，可惜徐墨不会心疼，只要我一个电话，他随时随地都会丢下你赶到我身边。他说的没错，2年前我高烧到40度，浑身无力，想让徐墨送我去医院，可一听到岑小柔抱怨自己在酒吧被人缠上，他火急火燎扔下我冲出了门。我只好挣扎着爬起来，吃了一大堆退烧药和感冒药。可我不知道，那时候自己居然怀孕了2个月。流产那天，本就伤心又害怕的我，发现进来的医生居然不是徐墨。小护士语气羡慕，徐医生真是24孝好男友，女朋友来姨妈肚子疼，他就急着配了药，买了粥，请假过去照顾呢。和他一起的护士插嘴说，听说徐医生和他女友是青梅竹马，苦追了8年，女生才答应，当然当宝贝一样珍惜了。2人感叹完，同情地看着我，对了，你流产怎么老公都不来陪着呀？渣男，也不负责任了。回忆起这件事，我感觉心里阵阵绞痛，头痛欲裂。可岑小柔在这时候却端起了锅，假装失手朝我身上扔过来，厚重的铁锅狠狠撞在我孕肚上，把我整个人砸倒在地。台面上的砧板菜刀被打翻，接二连三砸在我身上，我顿时痛得连嘴都张不开。岑小柔却高声尖叫，今天杀鸡之后放的鸡血倒在大腿根，捂着肚子倒在地上。亲戚们全围了过来，徐墨第一时间护着他，朝我怒吼，苏晴，就几分钟不看着你，你就迫不及待想害死小柔是不是？我已经痛得说不出话来，徐墨却更加生气，上来狠狠踢了我2脚。起来了，少装死。血丝顺着唇角流出来，我艰难地扯住他袖子，肚子真的好痛，快叫救护车。他用力在我肚子上按了按，嗤笑一声，我自己就是产科医生，还会不知道你的情况？6个月的肚子早就很稳了，别以为装可怜我就能放过你。这时婆婆一声惊呼，血，小柔流血了。徐墨脸色大变，急忙回过身。岑小柔哭哭啼啼地说自己害怕，问孩子是不是会流产。徐墨连忙掏出手机打120，不停安慰着说绝对不会有事的，还是亲戚里有个人眼尖，犹豫着问要不要再叫一辆救护车。嫂，苏晴好像也流血了。徐墨瞥了我一眼，眉头紧皱。岑小柔顿时哭起来，说我把她推倒之后，自己涂了鸡血，想装早产博取同情。徐墨顿时大怒，上来用力扇了我2巴掌。你最好祈祷小柔和孩子没事，要不然我报警抓你故意杀人，生完孩子就送你去坐牢。附近的医院离小区很近，尤其知道打电话的是自己医院的产科医生后，
更是火速赶到。我已经痛得眼前阵阵发黑，可是为了孩子爆发出所有力气，强撑着跟下楼。徐墨小心帮着医护人员把岑小柔抬上车，眼看他就要跟着上去，我连忙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拉住他，卑微祈求：徐墨，算我求求你，你让我上去好不好？孩子真的不行了。一辆救护车只能搭载一个病人和一个家属，只要徐墨让出位置，我愿意挤在角落，硬挺到医院。车里的医生护士很惊讶，问我什么情况。徐墨大步迈上了车，抬脚踢在我胸口：碰瓷的，别管他。一会儿没人看他表演，他就爬起来回家去了。看着救护车呼啸而去，我僵硬地倒在雪地里，眼前一黑，失去了意识。等我再醒来时，人已经在医院。是小区里的好心邻居看我晕倒不对劲，才把我送来的。到医院时，我早已发起了高烧，昏迷不醒。医生试图通过送起来的邻居联系我家人，好不容易通过物业群找到徐墨的电话，可是一连打了10几个都没人接。还想再打时，他们发现我的电话被对面拉黑了，只能看到手机跳出几条消息：别想再作妖，我在照顾小柔，没空搭理你。初七早上民政局门口见。离婚前我不想看到你恶心的脸，没有办法，医生只能给我用药。可是这样一来，孩子又不得不流掉。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平静地接受了。上厕所时，我听到护士们闲聊，真是人比人得死。3号房引产的这个，过了这么多天，老公都不来看一眼。是啊，哪像徐医生对老婆那叫一个紧张小心，明明检查了没什么问题，还非要不放心住了3天院呢。可不是，徐医生忙里忙外的，还天天亲自炖汤，哄着吃喂着吃，黏糊的我牙都要甜掉了。嫁男人呢，还是得擦亮眼睛，要找就要找徐医生这样又帅又厉害还疼老婆的。我站在厕所门口，下身还隐隐作痛，这一刻仿佛和2年前重叠了。唯一不同的是，我没有哭，也不觉得恐惧和悲伤，我甚至有种松了一大口气的感觉。或许这个孩子真的和我没有母子缘分吧。上一世他死在自己亲爸爸的手里，别人都是父母盼着孩子出生，徐墨作为亲自接生的产科医生，却恨儿子入骨。这一世，就算他能活下来，也免不了夹在我和徐家之间，被来回争夺，被当成徐墨和岑小柔的出气筒受到伤害。如果是这样，我宁愿他现在毫无知觉和痛苦的离开。护士们的声音渐渐远去，我这才打开门走出去。他们口中疼老婆的好男人，同时也是伤害另一个女人的冷酷人渣，没什么比这个还要讽刺了。也不知道他们如果知道真相会怎么想。苏晴，身后传来一道惊讶的声音，我慢慢回头，看到一个高大帅气的男人，他惊讶地望着我，语气惊喜：真的是你？我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呢。看到他语气熟人，我却皱起眉。男人穿着到小腿的黑色大衣，剪裁利落，他眉眼饱满，鼻子高挺，英俊中带着说不出的清爽。虽然是大冬天，可他却一点也不显得臃肿，手腕还露出一只漂亮的银色手表。这表的牌子我认识，2年前岑小柔回国，就带了一块百达翡丽送给徐墨。徐墨激动得不得了，除脸动手术，其余时间就算睡觉都不肯摘。可是我真的认不出眼前这位一看就不差钱的精英男人是谁。察觉出我的疑惑，男人非但没生气，反而笑了。我是顾言。我顿时愣住了。顾言？怎么可能是他？记忆里顾言一直戴着富厚的像啤酒瓶底的老土眼镜，
他是贫困生，每天咸菜馒头吃的面黄肌瘦，瘦成排骨，走路永远低着头，说话更是结结巴巴。那时候我和他多说2句话，他脸到脖子都能红成一片。被他这么一说，我仔仔细细打量起来，这一看还真从眉眼之间看出点大学时候那个男孩的影子。顾言，真的是你，我心情也开心了不少，仿佛一瞬间回到了最美好的校园时光，回到了和顾言天天在一个小组完成课业的时候。可惜顾言的一句话立刻打破了我的梦境。苏晴，你生病了，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我下意识缩缩手指，扯了一下凌乱的衣角。和他的光鲜亮丽相比，我现在的样子简直又胖又丑。不过在他面前隐瞒也没什么意义，被徐墨折磨了这么几年，为了讨好他和他家人，永远热恋贴冷屁股，不断被嘲笑讥讽，早就把我的什么尊严面子给磨光了。没什么，就是刚流产。什么？顾言一个箭步上来，扶住我的背，他脸上的心疼和愤怒让我惊讶。你老公徐墨呢？他环顾四周，语气很不满。你是病人，怎么能让你自己一个人出来上厕所？他到底会不会照顾你？我苦笑不已。是啊，岑小柔只是装流产，徐墨都心疼地利用职务之便，硬帮他腾出了一个单人病房，而我却只能挤在人流杂乱的多人病房，上个厕所都要排队，实在忍不住了，还得到走廊尽头的公共卫生间。我还记得顾言以第1的成绩拿着奖学金出国前，我和徐墨已经在一起了，再然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。没想到他居然知道我和徐墨结婚的消息。我语气很平淡，说准备和他离婚了。什么？顾言发出了今天的第2次惊叹，脸上更是露出复杂的神情。我身体还很虚，精神也不好，不想多说这件事。顾言立刻贴心地表示，他先扶我回房间休息。看到我和3、4个人住一个病房，还有那么多来来往往的人，顾言脸色有些难看。苏晴，我帮你换个单人病房吧。我摇头表示不用费心了，况且我也没钱住高级病房。这些年为了能全心全意照顾讨好徐墨，我一直没工作，离婚后肯定也是净身出户，还要为以后的日子多考虑。结果下午护士就过来让我换去新房间，钱已经有人预先缴过了。他脸上写满了好奇。苏女士，原来你老公刚回国呀，难怪前段时间没看到他过来陪你。我愣了愣，刚想否认，顾言就进来打断了我的思绪。他手里提着一个大大的保温袋，我让阿姨做了点菜和花椒猪肚汤，你得多补补气血。护士眼里一改这几天来给我换药时的同情怜悯，变成了浓浓的羡慕。我有些尴尬，小声说他不用这样，又给我换房间，又给我送饭，别人会误会的。顾言拿碗的动作停顿了一下，随后笑了笑，误会了又怎么样？反正你也说初期就和徐墨去办离婚手续了，不是吗？我吃惊地看着他，顾言真的变了很多，他现在的自信坦然和过去完全不同。说起来，我看到徐墨就在这里上班，离这么近他都不上来看你一次，真不知道你当初看上他什么了。我默默低下头喝汤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是我自己蠢，瞎了眼，青春错付给人渣，无所谓了，反正一切都要结束。到了约定好的见面日子，徐墨果然把我从黑名单放了出来。别想找借口磨蹭，我多1分钟都不想浪费在你身上。我早就已经等在民政局门口，别磨蹭的是你，赶紧过来办完手续走人。15分钟后，徐墨的宝马在我面前停下，一下车他就黑着脸嘲讽我。
我不就是把你拉黑了，你至于离家出走1周都不见人影，还以为要躲着不肯来离婚呢，算你还识相。我忍不住冷笑。我流产在医院住了这么多天，徐墨甚至不知道我就在他附近。岑小柔坐在副驾，从头到脚打量着我。苏晴姐气色蛮好的吗？因为天冷，流产后身体又虚，我穿了臃肿的棉衣和厚厚的羽绒外套，两人都没发现孩子已经没了。徐墨一副他早就知道是这样的脸色，这是装不下去就懒得装了吧？亏小柔还为你担心的不行。他刺完我一句，转头对着岑小柔轻声细语：我早就说你太善良了，才会被这种恶毒的女人欺负。现在的我对他们这副恶心人的戏码完全看不下去，不耐烦地催了一句。我转头先往民政局门口走进去，徐墨快步跟上来，两个人用最快的速度办好了手续。拿到本子的那一刻，我如释重负。回到车上，徐墨从后备箱丢出2个纸箱子，你的东西都收拾好了，拿上就可以滚蛋。纸箱掉在地上崩开了口子，里面的相框摔了出来。我和徐墨恋爱6年，结婚3年，居然只换来这区区2个小纸箱的财物和这一地的碎片。对不起呀，苏晴，我整东西的时候看到那些又丑又土的衣服，还以为是保姆阿姨穿的呢，所以都丢了。本来想找几件我的衣服送给你穿的，可是你怀孕后肥了几十斤，根本穿不下嘛。岑小柔得意地看着我，仿佛想要欣赏我失魂落魄的样子。对了，你现在住哪儿？你身上连打车钱都没有吧？要不要我们送你回去？徐墨叹了口气，叫他别再那么好心了。他是走回去还是爬回去，我可不管。这时，一辆白色保时捷卡宴 SUV 平稳停在徐墨的宝马后面。顾言走下来，绕到副驾，给我贴心开了门。他温柔笑着，问我离婚证办好了没？好了就上车吧。我托人买了点年份不错的阿胶，阿姨正在家熬呢。我很吃惊，虽然我是提过今天办结婚手续，可我从没想到顾言会来接我。比起我，徐墨和岑小柔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这是谁呀？不给我们介绍一下吗？岑小柔的眼里的惊艳和嫉妒一闪而逝，却偏偏被我看到。徐墨的脸则是一下就黑如锅底。苏晴，你这几天不回家，就是和外面的野男人混一起。我只淡淡回了句，和你们没关系。正要上车，岑小柔突然喊住我：苏晴姐，别忘了带上箱子，毕竟你刚被徐家扫地出门，要是真身无分文的，可怎么养孩子呀？顾言惊讶又疑惑，不解地朝我看过来。你没说孩子？岑小柔忍不住嗤笑起来，满脸写着看好戏的样子，挑衅望向我。我立刻朝顾言眨眨眼，示意他别说漏嘴。孩子没了，我不想现在就让徐墨知道，谁知道他会不会又发疯。等过一阵，我休养好身体，找到工作，一切稳定了再摊牌也不迟。顾言明白了，但脸色还是很差。我知道他心里肯定觉得徐墨这人渣到无可救药，为我不值。但是岑小柔可不知道，她还以为顾言嫌弃我带着肚子，此刻得意不已。顾言视线扫向地上的纸箱，看到破碎相框里我和徐墨的合照时，脸上的笑意消失了。这种垃圾还带着干什么？我也笑了。路过挡路的纸箱时，抬腿踢了一脚。是啊，垃圾丢了就丢了，没必要再捡。说完，我不顾徐墨难看到极点的脸色，坐进了保时捷的副驾驶。不得不说，这300多万的车坐起来就是舒服，不像徐墨30来万的宝马还不准我坐副驾。他说开车喜欢专心，
最烦有人在旁边干扰他的视线。那时候我总体贴地钻到后面，更是尽量不在开车时说话，就怕打扰到他。可是后来，我无数次看着他和岑小柔在车里有说有笑，我深吸一口气，以后再也不用为这些事伤神了。徐墨冲过来想拽我，被顾言一把拦住。呵，苏晴，你别以为雇个人唱大戏就能刺激我。徐墨嘴硬的不行，等孩子生出来，我不会让你这种妈见他一面，也不会给你1分钱。我直接关闭车窗，把他气急败坏的大脸挡在视线外。孩子早就没了，还做什么抢孩子的梦呢？不过岑小柔说的有句话没错，我现在的确是身无分文，得尽快找工作才行。其实我也是名牌大学毕业，但可惜这几年都没工作经验，估计要我的公司不多，就算有，工资压得也很低。顾言提出让我去他的公司，这不适合吧？我后来才知道，当初那个木讷自卑的学霸，出国后凭借独立研发的几款游戏迅速打开了市场，赚到第1桶金后，他果断回国成立了自己的公司。现在市面上最火的几款手机游戏，居然都是他开发的。这年头，游戏可是非常赚钱。顾言的公司市值过亿，对自己这么没自信，这可不像你苏晴的风格。顾言剥了只虾放进我碗里，嘴里轻松调侃。我笑了，慢慢直起背。是啊，被徐墨耗费了这么多年青春，我差点就忘了。当初在学校小组，我可是能指点顾言的优秀小组长。进顾言公司后，熬过了最初的紧张和陌生，我迅速融入工作和同事之间。短短1个月，像获得了新生一样。过去每天追在徐墨屁股后面费力太好，看公公婆婆脸色委曲求全的日子，好像只是做了一场噩梦。这段时间我被顾言照顾周到，身材恢复了，脸色红润，光彩焕发。明天周末，我带你去买点新衣服和包吧。我照了照镜子，发现他之前给我买的衣服都宽了2个尺码，早就不适合了。我爽快说行，毕竟现在不是家庭主妇了，天天在职场，自然要打扮得精神好看。挽着顾言走进奢侈品专柜，迎面就碰到了徐墨和岑小柔。徐墨看到我，视线顿时盯着平坦的小腹，脸色大变。苏晴，你把孩子打了？他冲过来拽住我的胳膊，语气又急又怒。我吃痛皱眉，顾言立刻挡住我，把人甩开。徐墨却暴怒无比，突然给了我一巴掌。你真是恶毒到家了，为了傍男人，连7个月的胎儿都可以狠心打掉。我完全没预料到，结结实实被他扇到脸，嘴角立刻流出鲜血。四周的服务员和顾客不少，闻言立刻惊异地看着我。再一看我身边从头到脚穿戴不菲的顾言，他们似乎明白了什么，顿时露出八卦或鄙夷的目光。顾言也没想到徐墨会突然动手，没来得及阻拦的他搂着我，心疼不已。见他捏紧拳头想揍徐墨，我冷静把他拦下。徐墨，你真会恶人先告状，怎么不说我6个月时是你在大年30夜把怀孕2个月的小三接进家门，把我丢在雪地里不管，孩子就是你们害死的。徐墨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话，恶毒的贬损诅咒一句句丢在我身上，我毫不相让，比他还大声。我流产那天就在你医院里，你光顾着心疼小三，连我发高烧抢救都不知道吧？那么多医疗记录都可以查，你回医院一翻就知道，轮得到我在这骗人吗？四周立刻传来吸气声，看热闹的人互相交换眼神，显然被我劲爆的话给震惊到了。这下他们看着涨红着脸呆站在边上的岑小柔的眼神
也变得不屑，甚至恶心。我甚至还看到角落里有人早就偷偷掏出手机对着我们，肯定在录视频。岑小柔见势不妙，立刻柔弱委屈地哭起来：“苏晴姐，你别血口喷人好不好？徐墨早就和你说过要离婚的，是你纠缠不休，还故意灌醉她怀了孩子。我们都不计较你的算计，还承诺会好好抚养照顾你的孩子，你却在年30故意推我，差点流产住院。你没了孩子是恶有恶报，怎么能怪到我们头上？”听完他说的话，徐墨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，恶狠狠瞪着我。看热闹的人也傻了，完全分不清到底谁对谁错。我被岑小柔气得浑身发抖，她颠倒黑白的能力也太厉害了。顾言冷哼一声，牢牢护着我。我是在苏晴流产后才碰到她的，我上大学时就暗恋她，现在也心甘情愿照顾她。我们可不像你俩，有老婆的男人还在外面勾三搭四，玩什么小三才是真爱的戏码，恶心至极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平复心情，直接掏出手机报警，理由就是徐墨对我殴打，造成人身伤害。徐墨满脸不可置信，我刚就是误会了，情绪有点激动，就打了一巴掌，怎么了？我冷笑，告诉他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不会还以为和以前一样，一句教训老婆是家里事，就可以轻松接过去吧？虽然我知道一巴掌确实也不能让徐墨坐牢，最多也是调解赔偿，可我就试试要那么做。我要让他清楚地知道，我再也不是结婚时他可以随意辱骂踢打的人了。果然，最后结果也只是让徐墨给我道歉加赔偿几千块了事。不过等回到家，我才发现有人把那段视频发到了网上，已经迅速发酵爆火了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评论大多都是骂我的，因为出来说话的有不少所谓的知情分子，有的是医院护士医生，有的是徐墨的家人，甚至还有所谓的病人。徐医生和岑小姐是青梅竹马的真爱，这些事医院上下都知道。他和前妻本身就没感情的，徐医生温柔善良，对病人孕妇都特别有耐心，能把他逼急了打人。谁知道这个前妻是什么玩意？苏晴一直都是对我们家徐墨死缠烂打，倒贴嫁进来的。徐墨和小柔被他活活拆散这么多年，才叫倒霉呢。伴随着这些话，网友把我骂上了天，甚至有人扒出了我身边的顾言，是现在最火的游戏公司总裁。我去，苏晴有点狠啊！以前扒拉着徐墨，一有更好的目标，宁愿把孩子打掉，也要掉大佬。顾言本身在网上就很有知名度，因为他的年轻有为和英俊帅气，虽然不比明星，但也算有不少迷妹的公众人物。这群人更是激动，对我极尽辱骂，哭着喊着劝被骗的顾言擦亮眼，赶紧把我甩了。甚至有过激的人还冲了公司的社交平台，打爆了内部电话，要求公司把我开除解雇。我找到顾言，主动提出辞职，别因为我影响到公司和你自己。顾言坚决不同意。苏晴，你就不想自证清白吗？难道永远被他们污蔑，背负这样的骂名？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？现在舆论一边倒，根本就容不得我澄清。顾言拉过我，笑得有些宠溺。你忘了我是做什么的？论营销造势和水军控评，徐墨那种雕虫小技比得过我的专业团队。他让我放心，一切交给他解决。不过顾言还是放了我几天假，让我别看手机，别上网，远离这些恶毒的辱骂声。我一想也好，顺便趁有空去了趟医院配药，身体已经好得8、9不离10了。吃完最后这一次药，就再也不用去了。
因为徐墨的原因，我从出院后就特意找的别家医院，只是我没想到会遇到来做产检的岑小柔。虽然她戴着口罩遮遮掩掩，但我一下就认出来了。就因为这样，我才奇怪，以徐墨疼爱她的程度，他怎么会不去徐墨的医院，反而跑到大老远的地方来？身边也没别人，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来。看到他拿着产检报告单，眉头紧皱，似乎心事重重。我偷偷拍下照片。没过几天，岑小柔就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回徐墨家一趟。我当然是一口拒绝。苏晴姐，我收拾东西发现了一些老照片，你不来的话，那我可就当垃圾丢了哦。看到发来的图片，我才发现那居然是我和顾妍在大学时拍的合照。照片里，顾妍站在我身后，透过厚厚的镜片，小心翼翼望着我。我在前面笑得灿烂无比，她在后面看得深情缱绻。这照片连我都不太记得了，现在看来是无比的怀念。犹豫了很久，哪怕知道岑小柔这么搞一定有鬼，我还是去了。所以当看到递东西给我时，还没碰一下就自己狠狠摔在地上的岑小柔，我真是一点也不意外。只不过比起年30夜，她这次倒是真摔，身下流出的血也不是鸡血了，而是真的。我不傻，结合她偷摸去别的医院做检查，这孩子一定是有什么问题，保不住的，所以她想推到我头上。岑小柔惨白着脸，冷汗直冒。苏晴，你杀了我的孩子，我要你坐牢。她都已经痛得直抽泣，居然还能笑出声，眼里是深深的疯狂。我真的不明白，我都和徐墨离婚了，他不是得到真爱了吗？为什么还要这么执着地害我？徐墨算狗屁真爱，我要真喜欢他，以前也不会出国了。岑小柔冷笑着说，徐墨在他眼里就是个傻逼备胎，还是条件最普通的那种。在他心里，要找也得找顾妍这种层次的，才配得上他。以前抢走徐墨，哼，在我回国诱惑他之前，他可是慢慢对你有好感的。我以为解决你这种蠢货是轻而易举，谁知道你转头又扒拉上一个暗恋你的顾妍。我比你优秀100倍，凭什么你可以一直走狗屎运？他歇斯底里的尖叫大笑，说等我坐了牢，看还有什么男人喜欢我。我不由自主摸了摸领口别的红宝石胸针，这是顾妍送我的礼物。最关键的是，这里面有顾妍亲手改造过装的针孔摄像头。我冷漠地看着沉浸在幻想中的岑小柔，扯起一丝微笑。她不会还以为我是年30晚任由她欺负污蔑，丝毫不做准备的蠢女人吧？岑小柔笑够了，打开了软件，开启直播，哭着说我发疯要害她。直播间观众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看到地上的一滩血都吓傻了，他们纷纷帮着岑小柔报警，打120，群情激愤，全部喊着必须要严惩我这个恶毒的凶手。救护车呼啸而来时，我刷到了另外一个视频，顾妍今天正在参加一个人物专访，当主持人问到她的学习经历和创业历程时，顾妍扬起英俊的眉眼，对着镜头一往情深。我是大山里出来的状元，读大学时因为吃不起饭，面黄肌瘦又自卑惭愧，是我的老同学苏晴一直照顾我，鼓励我，常常带她吃不完的零食和盒饭给我。主持人心领神会，笑着说，看来那并不是真的吃不完吧？顾妍也笑了，点点头。我一直喜欢他，想等毕业后赚到钱才告白，谁知道这一错过，她已经嫁人了。主持人说那实在可惜了，顾妍说不可惜，她离婚了。我正在重新追求她。苏晴，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亿万身价，新锐总裁的酸涩爱恋和当众告白，
瞬间冲上了热搜。路人有的祝福，有的酸说苏晴到底是谁，命也太好了。结果他们一搜，却搜到了岑小柔的直播间，搜到了我杀人的画面。这下真是全网都炸了。那一天的热搜前前后后全都是顾妍和我，还有岑小柔、徐墨的名字。但是这一次，不等他们争吵痛骂，警方很快就发出了红头文件。我也不再被动和怂包，而是直接把岑小柔假摔、辱骂徐墨和我的视频挂了出来。年30夜，我被徐墨踹倒在雪地，血染红一地的监控画面也从物业手里要到播了出来。事到如此，网上终于彻底定案：渣男徐墨、恶女岑小柔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原本冲进警局还想打我的徐墨，彻底被这一切反转打击到神色涣散。他神色恍惚，一直重复着说不可能，直到顾妍赶过来，把一叠资料扔在他面前，里面都是岑小柔在国外和各种各样男人姿态亲密，在酒吧疯狂嗨的证据，甚至有一张画面，我还看到岑小柔和一个黑人用针管刺进自己手臂。我突然明白了，怪不得肚子里孩子不能要。看到这些，徐墨反而恢复了理智，捏着纸笑了起来。我顿时警惕起来，觉得不对劲，因为上辈子岑小柔因我而死后，徐墨也是这样，不仅不生气暴怒，反而云淡风轻，对我倍加呵护。结果他却在手术台上面目狰狞，害死儿子和我。所以几天后，我听到岑小柔在手术室大出血，被摘了子宫才保住性命。我立刻就报了警，举报徐墨非法医疗、伪造事故、谋害病患。徐墨很快就被抓了，他手下带的那些实习医生碍着徐墨的威势，平时不敢说话，可警察一找，瞬间就招得干干净净，拼命把罪责都推到徐墨身上。岑小柔知道真相后也疯了，和徐家狗咬狗似的昏天哪地。等待徐墨的是长达数年的牢狱之灾。不过我早就不再关注这些了。前阵子，我主导开发的一个女性恋爱复仇小游戏正式上架，虽然比较小众，但是好评如潮。今天是顾妍为我开的庆功会，当着几百号员工，他忽然单膝跪地。那天采访时，我最后的问题：你现在有答案了吗？我记得他说的是：苏晴，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在众人的欢呼起哄声中，我和顾妍相视一笑，我愿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